嗨，我是 Chris， 欢迎你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今天是2020年的倒数100天，同时也是我 YouTube 频道开播的第一天。那在未来的100天里面呢，我将挑战每天更新我的频道内容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呢，是围棋人最在意的话题之一，就是到底要怎么样训练自己，让自己的计算能力可以更上一层楼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这个主题呢，其实呢，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论坛，还有一些 Facebook 的社团，有很多棋友都会问高手这样的问题。那我们常常听到的答案可能就是多做一点题目啊。那有一些人会说呢，就是多下棋，从实战当中培养。那这些答案呢，我觉得都有帮助啊。那以我自己为例，我觉得经验上是做题目效果还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计算力这个能力其实就很像是我们运动的时候，想要提升自己的肌力，想要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重量训练。那这个重量训练是为了要加强你的肌肉强度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计算变强，其实就需要锻炼自己大脑的肌肉。如果你呢没有做大脑的重训，就很难去做更深入的细算。那大脑的重训应该怎么做呢？刚好最近我做了一个健身的挑战，所以我请了一个健身教练来教我怎么样有效率的重训。那他就跟我排了一些菜单，那同时他也跟我解释这个菜单的科学原理。他说呢，你的肌肉如果要变强壮，大概会经历5个阶段。好，那这5个阶段呢，必须循序渐进。我听完以后呢，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细算其实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流程就是做锻炼的话呢，其实应该蛮有机会变得更好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用这个重训的心得跟大家分享这个细算怎么练会比较好。首先呢，我们重训的第一个阶段叫做学习期。那学习期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你一开始呢没有这个重训的经验，所以你需要去习惯各式各样的动作。你如果没有受过训练，你会发现原来你连简单的蹲下这件事情可能都蹲得不太好，或者有时候你站起来呢也是站得摇摇晃晃的。所以呢，学习期是让你去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肌肉，了解自己的身体。那围棋的学习期是什么呢？就是去学一些比较简单的单一手段。可能像是接不归，可能像是门吃，可能像是利用扑来解气，等各式各样的简单的手法。那这个阶段其实是要让你去适应围棋的基本战术。当你呢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。下一个阶段呢叫做肌耐力期。好，那肌耐力期呢，它的概念像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呢把这些很简单的战术手段。刚刚说的那个很容易学会的战术手段呢，做更连续的训练。好，那以重训来说，可能就是拿一个强度很低的动作，然后做很多下。好，那这个训练其实是蛮枯燥的，因为你很有可能在训练的时候觉得这么简单，我已经会啦，那可不可以学新的东西？可不可以进到下一阶段？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这个肌耐力的训练。同样在围棋的细算上面，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地方的训练，会觉得说，这个门吃我看懂了，这个接不归那么简单，谁不会啊？所以你就会觉得，那我要赶快学更难的。可是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练到非常非常的熟练，甚至到融入协议、反射动作的状况呢，那你就很容易在后续高强度的训练的时候遇到瓶颈。所以我建议初学的朋友千万不要偷懒。对于简单的题目呢，你要练很多很多题，练到真的非常非常熟，是秒杀的程度。好，那你如果呢完成这一阶段，就可以进入到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叫做肌肥大期。那肌肥大在重训里面呢，就是你要真的
训练自己的身体开始增长肌肉。好，你的身体呢，如果肌肉变得更多，就意味着你有机会承载更大的重量，承受更困难的训练。那在围棋里面，什么样叫做肌肥大训练呢？它的概念就像是刚刚说的这些简单手段，对不对？有一些题目呢，它是需要一些战术组合的，可能是接不归加上滚打，加上或许是多气一子的这些手筋连接在一个题目里面，所以呢，就需要求刚刚第二阶段每一个手段都非常熟练，你才有办法在这种组合性的题目里面呢破解过关。好，所以进入到这个肌肥大期，就是这个细算的进阶阶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解题就变得有一些难度了。那这样子的训练，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有点不太想面对，因为这些题目没办法秒杀。但是这些题目的难度，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你认真去思考，专注力如果够的话呢，慢慢想还是想得出来。好，所以到这一阶段呢，如果你持之以恒去训练的话呢，你的计算能力会得到大幅的增长。好，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？下一个阶段里面重训叫做最大肌力期。好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竭尽所能，猛力的推一下，或者拉一下，或者做一下的动作，到底可以做到多少？好，比如说以卧推来说，你最大一下可以做130公斤，这个就是你的最大肌力。那在围棋里面的细算最大肌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一个题目里面，你最难可以做到多难的题目？好，可能是玄玄棋经的某个题目，可以连续做个15步棋的细算，你算得出来。甚至你可以去计算像是发扬论、像是天龙图这一种职业等级的经典级的题目。好，那这个指标呢，就是代表着你现在的最大潜能。好，那第3阶段已经过以后，你就可以开始呢去锻炼自己这个计算力的极限。那这种题目呢，你需要给自己一个较长的时间，或许这个题目要想个15分钟、半小时，甚至更长。哈，我有听过一些职业棋手在挑战很难的题目的时候，甚至用小时来计算的。好，那第4阶段呢，练完以后呢，你大概就可以评估一下你的现在的细算能力到达哪一个等级。好，但是呢，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呢，有时候你会发现，你平常练习做很困难的细算训练，但是到实战当中的表现，不见得一定会战胜那些算得没有你远的棋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是因为在正式比赛里面，我们有时间的限制，所以你必须要求自己在一定的时间之内，把你的计算品质达到一定程度以上的表现。好，所以呢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第5阶段在重训里面叫做爆发力期。那什么叫爆发力？爆发力指的是瞬间发力的能力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你一样是可以举10公斤，你是慢慢的把它举起来，还是快速的瞬间举到10公斤的重量，这个差别是很大的。那在围棋的比赛里面呢，如果你要做到又快又准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做这个爆发力训练。那这个部分在重训里面怎么练呢？它的练法是这样子，就是呢，你已经知道你的最大肌力了，你现在降低自己的这个数值，达到你最大肌力大约70%。好，假设你原本可以算20步好了，一个题目你最多可以算20步，你就降低到大约15步。好，像这种15步的题目呢，其实你要去想，一定想得出来。但是呢，你必须要求自己，或许是10分钟或者15分钟之内呢，这样子难度的题目你要做出几题以上。好，加入时间框架才能够测试出你的爆发力的水平有没有进步。好，所以呢，以上这5个步骤呢，就是训练你的计算的一个流程。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帮自己排个3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每15天进行一个阶段，每15天进行一个阶段，然后3个月以后、半年以后呢，来测试一下自己的计算水平是不是有到达下一个等级。